一家5口人一夜之间全部遇害，场面极其的悲惨。只剩下一名15岁的女孩，因为当时不在家里幸存了下来。这名女孩之后被亲戚收养，没想到的是，等待这名女孩的是另一场噩梦。大家好，我是海岩，今天我们来讲悉尼林家灭门案。这名女孩名字叫林俊，当时15岁。2009年7月，她正在参加学校组织的一次休学旅行，和同学们在一起，她很开心。但是呢，她突然得到了一个让她崩溃的消息，她的家人一夜之间全部遇害，只有她参加了学校的旅行，不在家，成为了唯一的幸存者。家人们的笑容仿佛就在昨天，这让林俊无比的悲痛。林俊赶紧坐飞机往家里赶。下飞机之后呢，他见到了自己的姑姑林叔、姑父谢连斌，还有自己的爷爷和奶奶。林俊的家庭优渥，幸福美满。家里除了父母之外呢，还有2个活泼好动的弟弟。父亲叫林敏，45岁；母亲叫林云丽，43岁。2个弟弟，一个12岁，一个9岁。另外呢，39岁的小姨林云斌最近刚刚到悉尼，临时住在他们家里。父母在悉尼的北爱平经营着一家书报亭，而这个小小的书报亭的年收入可以达到100万澳元，相当于500万人民币。这个书报亭是林家的重要收入来源，所以呢，林敏每天都会准时的开门营业。2009年7月18日，书报亭的店员早上9点来上班，发现书报亭并没有开门，这名店员就非常奇怪了，因为老板林敏平时早上6点就会开门。员工打不通老板的电话，于是呢就给老板的妹妹林叔打电话。林叔了解了情况之后呢，就叫上了自己的丈夫谢连斌，他们2个人一起前往哥哥林敏的家里，去看一看是什么情况。林叔的家和哥哥的家距离只有300米，很快呢他们就到达了哥哥的家。哥哥林敏的家是一栋2层的房屋，林叔和丈夫呢走到了房屋前，发现大门是虚掩着，没有上锁。2个人呢一边往上走，一边喊哥哥和嫂子，但是没有人回应。房屋的1楼并没有人，2个人检查了1楼的房间，看起来一切都很正常。于是呢，林叔和丈夫顺着楼梯往上走。2楼呢主要是卧室，最大的就是主卧，也就是哥哥和嫂子的房间。林叔刚踏进主卧就看到可怕的一幕，房间的墙面和地面到处都是红色液体。嫂子躺在床上，林叔的丈夫从后面赶紧就抱住了她，并且蒙住了她的眼睛，让她不要再看了。随后呢，2个人又检查了其他的房间，发现遭遇不测的还有另外3人。受到了惊吓的林叔呢，就马上拨打了报警电话。I need an ambulance to 55A Boundary Road. What's wrong? What's wrong? Yeah, I think someone died. I'm not sure. Why do you think someone's dying? I think they died. Why? Why? I'm not sure, but maybe someone killed my brother's family. Are they on the ground? No, they're the bedroom. They're all the bedroom. And can you see their bodies? Yeah, I saw. 警察很快到达了现场，并且展开了调查。最终呢，警方确认总共有5名受害者，都是被钝器击打而亡，而2名孩子的身上有自卫的痕迹。很快，警方就确认了受害者的身份。主卧里的是房主林敏和林云丽，楼梯一侧的卧室内是林云丽的妹妹林云斌，最左侧的是2个小儿子的房间。根据现场的情况，警方推测林敏夫妇最先被害，接着呢是林云斌。3名成年人都是在睡梦当中被害的。当时呢，2名男孩已经惊醒了，并且试图逃离，但是最终仍然没有逃脱。警察还发现房屋并没有被暴力入侵的痕迹无财物损失。现场呢并没有发现作案工具和任何的指纹。警察还发现房屋的1楼没有异常，而房间的电闸被关闭了，说明凶手很清楚房屋的结构，先把电闸给关了，没有在1楼浪费任何时间，直奔2楼的卧室来行凶。另外呢，还有一点非常的奇怪，2楼所有的房间都被打开过，而只有林俊的房间没有被碰过。好像凶手就知道林俊已经休学旅行了，没有在家里。警方呢还在现场发现了24枚脚印，确认属于同一双鞋。根据鞋印的纹理推测呢，应该是亚瑟利品牌的运动鞋。由此呢，警方判断凶手只有1个人，是一名男性。1个人能够干掉林家的5口人，而且呢还能不留指纹，带着凶器逃脱。而且呢，这个人对于林家房屋的结构非常的熟悉，知道每个林家人住哪个房间，并且准确的知道林家女儿不在家。这些呢都说明了这是一起熟人作案。
警方在排查了其他可能性之后呢，就开始调查林敏的人际关系。根据调查，和林敏一家接触最多的就是同住在悉尼的妹妹和妹夫一家，也就是林叔和谢连斌。甚至呢，妹妹林叔有哥哥家里的备用钥匙。林敏的父母住在悉尼的梅里兰兹距离林敏的家里只有半小时的车程。林敏和妹夫每个星期五都会到两位老人家里去聚餐，每次聚餐呢，他们都会拍照记录全家团聚的时刻。案发的前一天就是星期五，两家人呢在父母家里吃了晚饭，当时呢大家都很高兴。在所有人离开之后呢，两位老人还盼望着下一次的家庭聚会。没有想到第二天，林敏一家5口就遇害了。不久之后呢，林家举办了5名受害者的葬礼。林家呢还根据传统邀请了僧侣来念经祈福。之后呢，就是林敏的女儿林俊的监护权和林敏的财产的继承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呢，谢连斌一家和林家的二老发生了激烈的矛盾。最后呢，谢连斌和林叔获得了林俊的监护权，并且继承了林敏的遗产和那个书报亭。谋杀案有一个规律就谁是既得利益者，那么谁的嫌疑就最大。也就是林家发生了这次矛盾之后，警方呢就开始将怀疑的目标转向谢连斌和林叔。林叔是林敏的妹妹，作案的可能性不大。警方重点的怀疑对象是妹夫谢连斌，因为在案发之后他的行为太过可疑了。案发后，就在林叔正在拨打报警电话的时候，曾经用粤语来恳求谢连斌不要留他一个人在现场，但是谢连斌依然开车离开了。当时林叔已经被吓坏了，而且呢不知道凶手是否还在附近。在这种情况下，留下妻子一个人在案发现场，完全不顾及妻子的安全和感受。事后呢，谢连斌的理由是他开车去接林家的二老，但是呢他用的时间也非常的长。由此这个警方就怀疑他可能是用这个时间来处理作案工具。在接受警方的询问的时候呢，林叔说当时看到了4名受害者，而谢连斌呢说看到了5名受害者。其实呢，就连警察刚到的时候呢，刚开始也以为只有4名受害者，因为当时林敏被用厚被子盖着，很难被发现。警察是在当天下午仔细勘查的时候才发现总共是5名受害者，而这些信息呢，警方当时并没有公开。所以谢连斌是如何知道有5名受害者的呢？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谢连斌提前来过案发现场。不过呢，这些呢都只是猜测，没有确凿的证据。于是呢，警方就偷偷的在谢连斌的家里安装了摄像头。正是这些摄像头最终让真相浮出了水面。在一次讯问当中，警方故意向林叔透露，在案发现场发现了亚瑟士运动鞋的鞋印。然后呢，警方就密切的关注着监控画面。林叔回到家之后呢，果然将这个消息告诉了谢连斌，而谢连斌就马上做出了反应。监控当中，谢连斌在家里拿出了一个亚瑟利运动鞋的鞋盒，然后把它剪碎，然后呢就扔进了马桶，就给冲走了。这是他平时最喜欢穿的运动鞋品牌，而且警方在案发现场找到的鞋印的鞋码和那个谢连斌的鞋码是相符的。另外，在监控当中，谢连斌曾经一字一句的教妻子怎样回答警方的提问，这导致林叔的供词经过了多次的修改。而且监控还拍到谢连斌有多次对外甥女林俊做出一些令人怀疑的小动作，比如有意无意的将手搭在林俊的肩膀，或者是拍一拍林俊的后背。有了这些证据之后呢，警方就再一次对谢连斌家进行了搜查，重点来搜查他的车库。因为案发当天呢，谢连斌曾经清理过车库，很可能是在处理作案痕迹。最终，警方在车库的地板上发现了一个长约2厘米、宽0.6厘米的微小污渍，警方称它为91号污点，而这个污点呢，就成为了本案当中最重要的证据。之后呢，警方在91号污点当中分析出了4名受害者的 DNA， 这很可能是谢连斌在车库处理凶器的时候不小心滴落下来的血迹。2011年5月5日，警方逮捕了47岁的谢连斌。谢连斌之前在广州是一名医院的耳喉鼻科的医生，后来呢，为了赚钱下海经商做起了摩托车配件的生意。之后呢，他和林叔相遇并且结婚，并且生下了一个孩子。8年前移民澳洲墨尔本本来呢想在这里赚更多的钱，但实际上呢，他在澳洲的生活并不顺利。在这里呢，他的学历不被认可，无法通过澳洲的医生的资格认证。后来呢，开了一家中餐馆，结果没几年就倒闭了，不光没赚钱，还亏了不少。
之后呢，谢连兵一家搬到了悉尼，谢连兵呢就一直失业在家，同时呢他又搞起了投资，结果亏得更厉害了，生活困难，有时候呢需要林敏一家的接济。一个人失败无所谓啊，但是他的身边有林敏这个成功的案例，好像一直就有人在提醒他是一个失败者。同样是在澳洲打拼啊，林敏一家的富足和谢连兵的困窘就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对于谢连兵来说啊，最怕的就是到林家二老家里去聚餐，因为那么两位老人呢，经常拿他和林彬做对比啊，并且表现出了对他的不满。久而久之呢，他的心里对林彬一家产生了嫉妒和怨恨。就在案发后不久啊，谢连兵就提出要收养外甥女林俊，作为唯一的幸存者啊，收养林俊就相当于继承了林敏所有的家产，包括那个年入100万的苏报亭。警方认为这就是谢连兵的作案动机。实际上，这个案件当中最受打击的就是那个女孩林俊，她被收养之后呢，在谢连兵的家里住了6个月，直到谢连兵被捕的时候，他才知道杀害自己全家的凶手竟然就是自己的姑父谢连兵。之后呢，林俊还爆出谢连兵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对他动手动脚，被谢连兵领养之后呢，这些小动作更是变本加厉。但是寄人篱下的女孩能有什么办法呢？只能选择忍耐。案发7年之后，已经20岁的林俊才勇敢地站出来，在媒体面前揭露姑父谢连兵的丑恶嘴脸。警方认为，对林俊的占有欲是谢连兵的另一个作案动机。警方为了找到更多的证据，还派了一位卧底罪犯啊，在监狱里是有意的去接近谢连兵。谢连兵呢，还在无意当中透露啊，案发前他在一个没有摄像头的商店购买了一把锤子，并且呢，在案发当晚给妻子下了药啊，这就解释了当晚林叔为什么睡得那么沉，丈夫离开了他都不知道。之后呢，谢兵就拿着锤子关掉了林敏家里的电闸，用备用钥匙进入房间，然后作案。因为这个案件有很多不确凿的证据，再加上谢连兵不断的上诉啊，这个案件的审理过程长达6年的时间。最终呢，在2017年2月13日，法庭宣判谢连兵5项谋杀罪名成立，判处5个无期徒刑，不得假释。因为澳洲在1973年就废除了死刑，所以终身监禁已经是最高的刑罚了。林家二老呢，对于审判结果表示认同，在宣判的第2天，他们就带着林俊来到了墓地，将审判的结果告诉了5位受害者。谢连兵的妻子林淑一直认为丈夫是被冤枉的，她和林家人断绝了所有的关系，为了给丈夫翻案，到处奔走。当初15岁的女孩林俊呢，现在已经31岁了。她在悉尼大学法学院攻读博士学位，她已经走出了那段痛苦的回忆，开始迎接新的生活。而凶手谢连兵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他将在监狱里度过余生。